玄宗。万气本根，万气本根，广修浩劫，广修浩劫，广修浩劫，正日神通。来啊，打！废什么话？跟我打，你也配？你狂什么？以气化香。不管你爷爷是谁，都是龙虎山的叛徒。而那个杀掉十几名高手的异人，就是你的爷爷，张西林。在你心里，他是爱你疼你的爷爷，但在异人间，他是个背着十几条人命的恶棍。张楚岚，你就别再站起来了，小师叔不会再对你出手了。我已经怕够了。这些年，爷爷一直让我隐藏自己的能力，让我不要出头。因为我在普通人眼中是个异类，我藏的真的很辛苦。老实说，当我知道异人消息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以为我不用怕在阴暗的角落里活着了，我以为我可以找到了自由、轻松活着的世界。轻松面对的人群，接下来就让这个小师叔见识见识我的最强战力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你上次在墓地对付傀儡时候用的就是这个。超越金光的力量，这个感觉难道是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对人使用？怎么可能？你的护体金光很厉害是吧？给你试试这个。果然是雷法。白色更像老天师亲传的。不可能！小师叔是老天师的关门弟子，当然传给小师叔了。而且雷法不能偷学，你忘了？怎么样，小师叔？你的金光要撑不住了吧？认输吧，在众多弟子之中，只有少数强者被人称之为高功，而在这些高功里，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学到雷法。而且，就算他们再精进，也没有任何资格传授给别人。千年以来，能够传授别人雷法，也只有天师府的天师一人。而且，雷法只会传授给最有可能继承天师之位的高功弟子。哎，那这就更不对了。如果他的爷爷是有可能继承天师之位的高功的话，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张西林到底是谁啊？给我！
接下来我会把你的金光彻底击碎。小师叔，你会很没有面子哦。掌心雷梦，难道那个他也能用？这家伙没想到雷法用的这么熟练。又是一样的地方。不对，黑色的气。宝儿姐，她的那个怎么那么早？别慌，姐找到你。那个啥子小师叔，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你再要继续，我就是你的对手。这姑娘什么来头？小师叔的掌心雷没想到这么近。别啰嗦，我知道。张楚岚，我现在代表龙虎山天师府正式邀请你参加2个月之后龙虎山的艺人演武大会。这场比试会公开选拔下一届天师继承人。张楚岚，你的资格被承认了。你有毛病啊！我有什么资格需要你认可啊？你难道不想知道你爷爷为什么会天师府的功法？还装呢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么多年装习惯了。哎，宝儿姐，你说我用了异能，是不是就是艺人？那我明天是做回普通人呢，还是做个艺人呢？当然是做艺人了。不好吧？你们艺人界这么凶险，我有几条命才敢混你们圈子？今天也是因为你在我才有这种底气。宝儿姐，对你我可是无条件信任的。信任？啥子是信任？信任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信任是一个汉语词汇，拼音词是信任，一字相信，二字一字坚定能将信托付，三字互相。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，我觉得信任就是无条件当你奴隶。你刚才使那个是啥子？金光闪闪的。那个小师叔说叫什么金光咒？来，给主人照个亮。不用了吧，我又不是手电筒。你们干嘛呢？王上校，你不知道吗？龙虎山艺人演武大会这次对外开放了，武当山也收到了一张邀请函，我俩正在比试，看看谁有这个资格。听说啊，8奇迹之一里7体炎流的继承人张楚岚也要参加。张楚岚，谁呀？
你认识我？你终于来了。就这人，你看看。太师爷，小王爷，太师爷，这一人演武大会，我也想去试试，能不能把这个名额给我呀？你觉都睡不够，就别去龙虎山了，就在武当好好休息。您放心，我要去了龙虎山，绝对不给您丢人。你功夫是可以，但你当参加一人演武大会的人都是吃素的。封后奇门呗。你怎么知道这个？封后奇门不是咱武当的功夫吗？是武当功夫，这没错。可你知道一人界有多少人惦记这门功夫吗？甲申年间围攻武当山，是我哥周胜和洪师兄、方师兄他们拼了命才守住的。后来，世人都以为这门功夫失传了。如果封后奇门再次现世，武当必遭灭门之灾呀！太师爷，现在不兴明抢暗偷那一套了。人性到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。你回去吧。龙虎山乃道教名山，72福地之一，素有道都之称。天师曾于此山炼成9天神丹，丹成而龙虎现，故名龙虎山。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，不也就是座山吗？我又不修道，我去那干嘛呀？手机上的东西是给普通人看的。龙虎山上有一场艺人间的比试，叫艺人演武大会。过去只是龙虎山上内部的较量，但这次成了公开赛，最后的胜者可以继承天师之位，得到天师度的传承。天师度是什么？马上到了，到了再说。宝儿姐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很多年前，公司花大价钱购入了一栋别墅，徐主任在那里住过。我向公司申请了，我们过去住几天。别墅，徐主任住的。宝儿姐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度假呀？可以这样说。那还等什么？开快点啊，宝儿姐！宝儿姐，私人影院有多大？哎，游泳池是不是灵湖的那种啊？再不行的话，总该有个私人健身房吧？到了。宝儿姐，走错了吧？就是这儿。想赢一下艺人演武大会，你还差很远。这儿又偏僻又安静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住在这儿，由我负责训练你。训练不是度假吗？宝儿姐，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下车。我刚说你可能没理解，这1个月的时间你归我了。宝儿姐，不是我不想训练，上次你也看到了，就算那个小师叔再怎么厉害，我全力以赴还是跟他斗了个旗鼓相当，惜败而已。旗鼓相当？那个道士只用了3成功力，他在试你。宇宙分显宇宙和暗宇宙2个部分组成。我们所处的显宇宙只占整个宇宙部分的15%，而剩下的85%的暗宇宙，则是由暗物质组成。暗物质是人类现阶段科研还未曾了解的宇宙能量。但是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，在显宇宙和暗宇宙之间，存在着能量形式的物质交流。这种能量就是暗能量，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里，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，旧时期。您不认识我，我也不了解你，你就把这么多秘密告诉我，不怕我传出去啊？你是想把我关在这个地方一辈子？张楚岚，我代表拉都通，正式邀请你加入公司。你别开玩笑了，
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我下午还有课，先走了。哦，您放心，道上的规矩我都懂，我在这里看到的、听到的，一个字都不会往泄露。张出来，我认识你爷爷。老爷子，你的第一代身份证啊，该换了。孙主任，啥第一代、第二代呀，不都是一样用吗？再说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你说，别新证没下来，我人先下去了。来，今天来啊，还是有件事跟你商量啊。你看楚兰呢，年龄还小，父母呢又不在了，您老也这么大年龄了，咱县里有个寄宿学校，要不要把楚兰送到那里？也有老师帮忙照顾，包吃包住，不光有老师教文化呀，还有一帮小伙伴陪他玩呢。您说行不行啊？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不会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。谢谢。哎，老爷子，我刚才看身份证，你都快90了吧？你说万一哪一天你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这楚兰也没人照顾。这呸！我身体硬朗得很呢，你瞧瞧。我说主任，别看你年轻，咱俩打一架试试，你不一定打得赢我。我肯定打不过你。哇！哎呀！来，爷爷，我来。川，爷爷刚才教你怎么生火做饭，都学会了吧？啊，学会了。好。爷爷啊，有点事儿啊，要出门，提前呢把3个肘子给你做好了，你每天呢拿出来热一个来吃，啊。另外爷爷跟你说，有2件事很重要，你记得了吗？第一件是不能试试使用武功，第2件是保命的时候可以用。好，可一定要记住了。吃吧。那爷爷，您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等你把3个肘子吃完了，爷爷就回来了，啊。最后一只肘子也吃完了。爷爷今天几点回来啊？爷爷，爷爷，您回来了！爷爷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您醒醒！爷爷，您醒醒！爷爷，老太太跪下！爷爷，哎呀，爷爷，爷爷，我想醒了，您醒醒吧！爷既然您跟我爷爷认识，那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我爷爷是怎么死的？这个事情呢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。不过可以告诉你，你爷爷的本事是啷个来的。
整夜喧闹着，无聊和乏味，猜不透的是你温柔和缠绵，想象着你离开的世界，我离开的世界，一整夜。小师叔，小师叔，师爷叫您过去。朋友们，最近开始剪枝了啊！各位的剪刀都准备好了吧？用一把快的修枝剪，粗枝细枝，慢慢剪。这剪枝啊，就像剪头发一样，稍微一不注意啊，手一抖，哎，就完了。林玉，拜见师傅。名录都查过了吗？查过了。这次是咱们龙虎山2000年的庆典，这些老家伙也都是龙虎山的旧人，无论如何都得把他们请过来。您给我的那份名录是80年前的，有很多前辈都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他们的家属也没有兴趣前来。不过，有2名在世的前辈已经答应弟子，无论如何都会前来观礼的。师傅，这一份名录上面有一个被划掉的名字，弟子怎么查也没有查到，应该是龙虎山的前辈之一，张怀义。师傅，您认识这个人吗？既然名字已经划掉了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早课，我去了。黑不黑呀？也不开灯。小灯，开灯。卢爷，方爷，吃饭了。红爷，来啦。哎，来了。小王爷啊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红爷，你有过那种还没起念头，却一下就被拽进内井的时候吗？被动进去的？那你的内井都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一辆甲申年的火车，上面还有一个我从来没见过、满脸是血的年轻人。甲申年，甲申之乱，甲申之乱，甲申之乱又来啦！你怎么了？滚！吴言，哇，嘿，可真快呀！柳妍妍是吧？湘西柳家的唯一传人，傀儡术闻名天下。几个月前，你老爸找到我们，说你离家出走了，让我们帮忙找人。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你竟然加入了全兴。关你屁事！我对他们了解是不多，我对你们了解倒是不少啊。打着快递公司的幌子，专门找艺人的麻烦。我看见你们这副嚣张的样子，就觉得不爽。你叫徐四是吧？等我出去了，我一定投诉你。你搞清楚，现在是我在问你话。告诉我全兴这次的行动目的，我就放你走。我不告诉你，又能把我怎么样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你问你的，让他听就是了。你好歹也是湘西柳家的后裔，全兴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这么去维护他们？湘西柳家怎么了？
我们的傀儡术早就应该消失在这世上了，就为了什么狗屁传承，非要我继承下来。从小到大，我唯一的朋友就是傀儡，除了家里人，我就没接触过别的活人。他们说，傀儡术未成之前，不许我接触普通人。好啊，所以我15岁之前，我一次门都没有出过。可等我彻底学会傀儡术之后，他们又让我像个普通人一样，让我老老实实的过日子，不许我使用能力，不许我控制傀儡。那我这15年来到底在干嘛？我去质问他们，他们说这是为我好。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那我和被控制的傀儡有什么区别？一人使用异能有什么不对？你问我全息哪里好？他们没什么好，就是让我觉得自在而已。丫头，你想要自由自在是吧？那不要规矩的后果，你做好承担的准备了吗？能够承担异能带来的责任和力量，这才是艺人该有的规矩。规矩也好，原则也好，不都是你们定的吗？把权性说的跟过街老鼠一样，我看你们才是真正的地痞流氓。抓你是在救你，权性没有规矩，也不讲原则，那其他艺人对待权性自然也就不再讲原则了。权性的仇人不计其数，一旦权性的门人落入任何人手里，任凭怎么惩治，都不会引起他人的非议。小子，你干嘛？刘媛媛，你说你不喜欢家人管教，觉得像受控制的傀儡一样，所以才离开了家。我10岁那年就没家人了，我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对墙说1天的话。可我张楚岚都没觉得惨，你惨什么呀？我就想平平淡淡过完这辈子，哪怕是混吃等死。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被你给搅黄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偷了我爷爷尸体，我本来可以平凡的过完这辈子。告诉我，全心要我爷爷尸体干嘛？是记忆。他们想要的是张心凌的记忆。10几年前，一大批艺人界的顶尖高手在四姑娘山和一名艺人对峙，结果10几名高手全部死亡，而对方仅仅是受了重伤。那些高手中有唐门这样的名门正派，也有几名是全信的。从此，全信就一直在打听那个艺人的下落，但他们不是想要复仇，而是对那个人的力量感兴趣。当时死亡的全信高手在临终前说出了那个力量的名字：气体源流。而那个杀掉10几名高手的艺人，就是你的爷爷张西林。徐主任，我们找到张西林的棺材了。打开。